欢迎您收听民间恐怖故事。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，叫做鬼叫人。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吗？人行走夜路，你可千万别回头。人身上有3团火，其中2团在肩膀上，要是你走夜路的时候回头容易把肩膀的火给扑灭了。我听很多地方讲过另外一种说法，特别是鬼叫人名字。小时候就听老一辈说过，在晚上一个人走路的时候要是听见有人喊你，你可千万别答应，不然呢，你就回不来了。同时我小便好奇地问，这什么是回不来了呀？长辈笑一笑，没有回答。现在我知道那意思，回不来了，便是到了那个地方死了的意思。鬼叫人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隔壁村，以前呢是一个小镇。听奶奶说，这以前这里繁荣过，但是在民国时期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地震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地震，奶奶说那是走山。走山的意思就是看起来很远的山自己挪动了，压了过来。那次走山救活了2个人，其余的人都压在了山下。直到现在还有人走夜路的时候听见了深夜传来的哭喊声。他就说了，他年轻的时候就亲耳听到过一次。那个时候奶奶才18岁。我们这里有个习俗，大年30的时候就会把祖先接到家里来，也就是死了的人。接人的过程呢，是等到半夜12点左右，走到祖先的祖坟前，点上一盏灯，然后就往自己家里走。点灯的意思是怕他们找不着路，跑到别人家去了。当时奶奶就有一次好奇地跟着家里长辈一起去接祖先了，同行的还有几个堂姐堂妹一起。由于接祖先要路过那个小镇，所以大家心里难免有些惊慌。不过好在人多，所以并不怎么害怕。可是到了山脚以后，奶奶却听见了很多人的哭喊声。那声音喊得撕心裂肺，奶奶就害怕了，问其他姐妹，你们有没有听见呀？其他姐妹都说没有，还笑奶奶大惊小怪，是个胆小鬼。奶奶提心吊胆地过了山以后便没有听见了哭声了。后来接祖先往家里赶的时候，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事情，也许是自己祖先保佑吧。回到家以后，奶奶决定送祖先的时候自己也一起去。接回来的祖先到了大年30就会把他们送走，一样是点灯笼的步骤，只是一来一回罢了。到了大年初3，送完祖先回来的路上，奶奶突然听见有人叫她。当时她就觉得好奇怪这听声音好像很是熟悉。刚应出声，奶奶的嘴就被同行的长辈给捂住了。那名长辈是奶奶的大舅。大舅惊慌地带着奶奶一路往村里跑。奶奶不知道咋回事，只是跟着一起跑。跑了没多久，奶奶又听见有人叫她了。她情不自禁地想答应，可是嘴巴被大舅捂得严严实实的。那声音喊了一阵就不再喊了，随即奶奶觉得身体一凉，便晕了过去。等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村里了，周围还围着很多自己的亲戚，其中还有一个是村里的大仙儿。奶奶就很奇怪这大仙儿成天的待在庙里，今儿个怎么跑自个儿家来了？后来大舅告诉奶奶，当天晚上奶奶差点就没命了。那个叫奶奶名字的人在去年就已经死了，是同村的一个女的，也是在送祖先的时候应了鬼，所以魂儿就被勾走了。奶奶还好救得及时，没有被女的勾走魂儿。奶奶听了话以后连连啧舌，
怪不得昨天那声音那么熟悉呢，原来是去年自个儿村里死掉的女的呀。这按辈分说，奶奶还得叫她一声姑。后来啊，奶奶每一年去送祖先的时候，不管遇到谁叫她，她都会看清来人才会答应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故事来自网络，不足为信。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订阅关注，别忘了